Hello， 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到诺曼的发型频道。那我们今天是烫发急诊室的单元。我们台湾人因为天气的关系，头发很容易扁塌，发型不好整理。那如何让头发好整理，就是需要靠烫发来做。那我们今天这个系列呢，就是来处理各种问题的头发。在影片开始之前，如果还没订阅这频道，先订阅这频道。我们现在影片准备开始 ，Let's go。好，在模特进来之前，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模特非常的难搞，因为呢，它虽然是一般发。但是它有漂过，我们都知道漂过头发非常容易受损。如果你头发没有弹性，它是烫不出一个好的发型的。所以呢，今天诺曼就来教大家这样的发型该如何做烫发。如果想了解更多烫发的小技巧，可以追踪我的 IG， 我的 IG 不定期会分享各种烫发的技巧，那大家欢迎去追踪。那我们现在就准备让模特进来。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的模特，他是奶油。又是我，对，又是他。然后他今天给我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他要烫头发。大家有看到他下面这一段是比较浅金色的，这是有漂过的。漂过头发它是非常受损的，如果要烫，真的很需要注意发质的部分。所以啊，我等一下就会来先帮他做发质测试。你这次为什么想烫头发？就是想要更有造型一点。你平常都怎么整理？不整理，都不整理。所以如果烫完不好整理，你会想要吗？会。我就是漂亮这一个礼拜。他今天要做的是那一种羊毛卷，比较明显的那一种卷度，就是我们的波纹会比较明显，不是单纯只是发尾的卷度。因为我们一般烫啊，烫比较自然，都是烫那种韩式的那种一个大弯一个 C， 就是那一种吹干就好的卷度。但他今天呢，想要做的是比较波纹更明显的那种羊毛卷。我先跟大家讲，如果大家烫头发前怎么做发质测试，一定要先冲水，头发碰到水会被还原，所以你才会知道它的头发能不能烫。你不要看现在很顺，因为它一定有擦一些基本的保养品，它可以让头发看起来就是一个假象，很光滑的假象。我们等一下去洗头，洗完之后就知道他头发真正的状况。我再教大家如何做发质的判断。那我们先去做洗发。好，那我们现在已经洗完头发了，大家有看到哦，他头发下面基本上完全纠结的。我们先来看受损度，头发的受损度我们分为5个等级。2级以前就是轻度受损，如果你是完全没烫染过，都在2级以前，1到2级。那如果你只要烫染过一次，烫一次或染一次，你就是2级以上，2到3级哦。如果你烫染一起做，那大概就是3级了。4级的头发是像它中间这一段有漂过的，这些就会到4级的受损。那发尾呢，它就是5级。那这个程度怎么算呢？来，我先比喻一个给大家听，就是我们以癌症来说好了。1、2期的话，就是它这里大概3级、4级的程度，1、2级。那如果5级的话，基本上就是癌末了。那如果真的要救的话，我们会把头发拉出1小丝，去看一下它的头发里面还有没有所谓的弹性。这样拉轻轻，它可以稍微有一点延展，就表示它还有一点点弹性在，它不会一拉就断。所以这个发尾呢，它还有一丢丢的弹性，所以是可以烫的。但是呢，它药水就必须浓度非常的低，而且我们一般药水啊会有 TG 系列的跟 CA 系统的系统不一样，我们发尾就会用 CA 的系统去做。那我们怎么看它的受损等级从哪里开始？拿出一支梳子，从上面这样梳下来，开始卡住的地方基本上就是3级起跳的。所以如果你想测试你头发的受损度多差，你可以洗完头发不要擦任何保养品，拿一支梳子从上面梳下来，梳不动的位置，这一段基本上就是严重受损，要么你就做护发，要么就是要剪掉。那今天这模特他不想剪掉，所以啊，我今天会帮他做护发，就是我们店最强的金焕宇的修护，然后在护发的同时再做烫发。那我们先帮他做药水的处理。如果大家对药水跟发质判断不太懂的话，这里附上一张图片，那你也可以在 IG 私讯我，跟我说，我再传这张图片给你。那上药水的话，顶部这里我会用3级的药水去做处理，这里会用4级，这里会用5级，然后依次处理，处理完再教大家怎么上卷。那我们先处理药水 ，Go。好，我刚刚在它比较受损的位置啊，以及我帮它先打上 CA 专门的药水，让它头发开始做软化。那我上面这一段呢，我再用3级的药水去做处理，就是我调配的这一碗。那我现在先帮它上药水。
好，那我们现在已经上完药水了，大家可以看到整个药水都上完了。那我们现在呢，拿出大概2公分的头发，然后上在这种长形的测试卷上面。我们等一下呢，停留8分钟来看它软化的效果。这种漂过的头发测软化呢，其实很难准确，因为它碰到水就已经有弹性了。所以你要去做一个测软化的动作呢，你就必须用这种测试卷。这是我们目前使用下来觉得最标准，也是失误率最低的一种方式。所以如果你要烫好一个头发，你要学的第一件事就是发质判断，第二件事呢就是软化处理，第3个才是上卷。好，那我们上完测试卷之后，停留时间8分钟，等一下来看软化效果。好，那我们现在停留时间已经到了，大家可以看到啊，它现在的螺旋啊已经非常的明显了，而且没有任何放大的效果。停留时间是8分钟，那8分钟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进行冲水的动作，来拆卷给大家看哦，顺着这个螺旋状去拆。那也可以看到它整个头发的一个弹性啊，它已经被固定了。这个就是完全的软化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去冲水了。但是如果你发现啊，它拉出来已经有一点绵绵的那种软绵绵的感觉，就一定要马上去冲水了，就不能再等了，再去过度软化。如果针对这种漂发的话，软化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它的受损程度啊，一定要去注意，让它不要过度。好，那我们先去把头发冲起来。好，我们现在已经药水冲起来，然后我刚刚把它涂上了金焕宇的护发。那这个护发呢，主要就是在加热之前啊，先补充链腱，然后我们做的就是奈米喷雾做导入，先把它导入进去。那我们等一下再来上卷，效果会比较好，它会让头发的弹性跟链腱整个重组回来。所以啊，如果你头发很受损，我真的很推荐这样的护发效果。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就用奈米喷雾，然后这种奈米喷雾啊，就可以做到比较深层的导入。那我们头发比较受损的位置啊，可以用这一种奈米蒸汽把护发导入进去。导入进去之后呢，它整个的吸收效果弹性就会比较好。然后我们等一下护发完了，再来教大家如何上卷吧。Go！ 那我们现在药水啊处理完也护发完了，大家可以看到啊，像它这样头发的光泽度就比较好了，对不对？因为现在湿发的状况，所以它的纠结程度已经降到很低了。但是它本身头发链腱就是比较受损的，所以啊，我们等一下在塑干的温度上啊，一定会用低温慢慢的去做塑干的动作。那我今天使用的啊是这一种韩国的长卷，这是一般我们烫发用的卷子，这是新式的卷子，你可以看这2个的差别，长度就不一样。所以它做起来立体度会更好，尤其在我们那一种长发或者大波浪烫起来效果都会特别好看，因为它的卷性有分，像这种是比较小的，专门在烫羊毛卷的，那像我们在烫韩式卷啊，又比较大卷的卷心。那我今天呢，在操作上啊，我教大家的是我们像这一种复古卷或这种羊毛卷该怎么做上卷的动作。那我们先把头发分4个区域，头发4个区域划分出来，那我们准备来做上卷。上卷的话，如果是羊毛卷或者是复古卷，记得大家的角度都不要抬到太高，基本上都是低角度上卷，然后头发像这样竖起来。然后呢，我们在上卷的时候，记得要斜的去上卷。你看我发尾是收在这种卷度尾段，那我们这样先平卷一下，完成之后呢，慢慢的往内做斜卷，不要重叠到哦，不要让头发去重叠，这样起来的效果啊会比较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每一片头发都这样去做完成。完成之后，我们再来做加热。那加热的话，我说过我温度会从低到高，所以我第一次温度呢会先用70度开始，然后做10分钟。10分钟到之后，我再来看头发干湿的状况，基本上都是70、80、90这样慢慢往上塑，然后塑到大概9分干就可以做定型了。那我们接下来先帮它做上卷的动作。好，我们现在卷子已经全部排列完成了。接下来啊，我们就要来设定温度，因为它发质很受损，我们就降到60度。时间的话，我们选择10分钟，开始。好，那我们现在已经加热完成了，可以看到啊，它的卷度啊非常的立体哦，这样基本上一拉，只要有弹回去，
表示卷度已经都没什么问题，完成度有90%了。你看它的光泽度、水分度都还有。发尾漂过这里啊，它弹性也是很漂亮的。所以呢，我们这个等一下接下来准备上药水，上完药水，我们接下来吹干，教大家怎么整理这款发型。好，那我们在上药水啊，会用这种慕斯瓶，然后它挤出来，大家可以看到它是这种泡泡状的。哎呀，它挤出来就是这种泡泡状的。然后挤完之后呢，我们就会上冷烫卷做固定。这种药水的泡泡比较绵密啊，所以它烫起来头发会比较松软，会比较有弹性。你看，像这样泡泡状的。那我们现在用的就是冷烫卷做固定。像这种我们在上这种泡泡啊，就像这样。好，上完药水之后呢，拿出冷烫卷，稍微绕一下做固定。好，固定完成，我们再上橡皮筋。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已经准备做定型了。那我们停留5到8分钟，等一下帮它冲完水起来，就帮它染发。染完之后给大家看整体起来的效果，教大家这样的卷度该怎么做整理。好，那我们现在已经烫完了，大家可以看到啊，它现在卷度的呈现啊，波纹其实是非常明显的哦。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波纹就是从上面到下面，这是洗完头发湿的样子。等一下烘干完啊，我要让它的波纹呈现出更立体的效果。所以啊，一般我们在擦保养品的话，都会上这种卷发乳或者是慕斯。那因为我本身比较喜欢那一种松松软软的感觉，不喜欢那种慕斯很僵硬的感觉，所以我今天就用这种卷发乳帮它做打底跟塑形的动作，让我们把发根吹干。吹干完之后啊，直接做平烘的动作。平烘呢，就是吹风机烘罩，这样直接平的烘干它。那我教大家最简单的羊毛卷整理方法。最简单哦，听好，来，我们第一个动作呢，头往下低，那把头发都拨到前面来，这样，来，你把头发吹一下，大家可以看他平常在家会怎么吹，在家的时候就像这样，倒着把发根往前吹干，这样吹干啊，你不管你是细软发、一般发，一定很蓬松，而且维持度会很久。好，来，停。好，这样吹完之后呢，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擦上我们的卷发乳，直接这样抓着插上去。那擦完之后，我们拿出这种烘罩，这个烘罩啊，基本上各大卖场都买得到啦。烘罩怎么烘呢？来给大家看哦，它的烘头发跟我一般这样烘的完全不一样。我们是倒着烘的时候来拿着，直接平的烘下来，平的烘下来。像这样，就是在外面，对，这样烘着，平烘它，然后烘到快干的时候啊，再烘一下发尾，像这样，烘一下发尾，你试试看。对，看懂了吗？像这样，平烘发尾就好。好，我跟大家讲，我真的没有在开玩笑，真的是这样整理是最简单，而且造型完成度最高的。因为你一般烫的羊毛卷，你自己在家这样烘都不会好看。这边的头发，后脑勺这里的头发已经到最前面了，所以它的蓬松度一定会最高。然后两侧这里又拉到前面，所以它的蓬松度的旁边修饰又会比较好。所以啊，你头低往前这样烘，我等下这样烘完，让大家看看整体的效果。那我先快转一下。好，那我们现在头发已经烘完了，准备让它抬头，让大家看看烘完起来的效果。你刚刚还没抬过哎。对啊。哇，好蓬哦。完全没在骗。你看，你刘海直接往后拉。细软发又漂过。哦。要烫这样，你说是不是整我？你自己讲。下面漂到癌末。哇，很赞哎。什么感觉？绵羊的感觉。然后现在我觉得刘海啊，因为刘海没有全干，然后你在烘的时候啊，你摸，因为我们有上乳霜，所以它还有发尾一点点湿湿的，那没关系，因为它自然的保湿的效果。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吹刘海。刘海为什么要在最后整理？是因为你前面我们这样倒着嘛，刘海你怎样用都不好看，所以刘海一定要最后。
那最后的时候，因为我刘海有烫一点点小弧度，对，一点点小弧度，那我们只要用吹风机在刘海这里稍微抓起来，吹风机稍微加强一下，这样抓起来。好，然后停一下哦，3、2、1，放。哦，有没有冬天很适合这样的发型？对对，来近距离特写一下，什么感觉 ？OK 吧？哇，而且重点是发尾没有爆，没有爆，累死我了。好，来我再跟大家重点讲解一下。第一，漂过头发不建议烫头发，非常不建议烫头发。第二，如果真的要烫，一定要判断发质，我刚才讲过了，发质判断很重要，药水要怎么下也很重要。第三，要会整理。第四，一定要做护发。以上这4点一定要记得。好，那我们今天烫发急诊室成功。好，那我们今天影片分享到这边结束了。如果对今天影片内容还有任何问题，可以在这影片下面留言告诉我，我一一回复给大家。如果没办法回复的，我再拍影片跟你分享。如果喜欢我今天的分享，记得按一个喜欢，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才不会错过我们下一部影片。最后，如果有发型上的任何问题，可以私讯我 IGFB。那我们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